大伟哥看招！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伟。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一期杂谈，正好赶上原神开服1周年。首先呢，先祝原神生日快乐。那想做这期视频起因呢，是我前天吃饭的时候突然看见原神国服2名玩家60级满级了，你敢信？可以说是全球玩家的顶尖，第一、第二，为国争光了呀！但是谁先谁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新闻上了国内外的热搜，你敢信？包括到今天外服还有人在讨论热度只字不降。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，都是见证历史的参与者。那这2位玩家呢，一位小忍创可贴，还有另一位 Adorable 单纯，他们都有发了60级纪念视频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。今天我主要是为了狂推一下他们，顺便来说一下这个60级到底有多难。还有呢，就是想问一下各位的大伟哥啊，不是大伟秋打了多少歌呢？超过50个的扣个1，我看看啊。首先当时吧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不能理解，怎么真的有人能这么又干又氪的啊？用大佬这个词来形容这2位玩家，都显得我的语言词藻方面比较匮乏。不玩原神的小伙伴，你们可能没有这个概念。我先说氪金方面吧，除了 PS 端的艾洛伊全角色全满命全好感度，什么概念？相信看过我抽卡视频的同学都知道啊，基本上这个角色啊不多，那1命1000啊。原神上线到目前为止，包括主角在内，一共40个角色，5星角色18个，我应该没算错啊。如果脸黑一点的话，氪金6命基本就是6000块一个，更不用说没开定轨系统之前抽武器了，那爆率简直了，不是岁数能拿下的。特别提一点啊，在这里不是提倡大家一定要花多少钱来玩游戏，每个人付出的方式有所不同，但是你们只需要知道这2个60级的大佬是氪地之中的氪地就好了。那其次来说这个肝的方面啊，达到60级需要肝些什么呢？首先全地图宝箱得开，不用我说了吧？所有的任务全清，主线支线什么的啊，每天的委托、每日的挖矿、日常本、周长本都得全给他做了吧？这里再来算一笔账啊，每天固定体力160点，如果用原石来补充的话，一天可以补充6次，6次分别花的原石是50个、100个、100个第二次，150个、200个、200个第二次，总共800原石，相当于80元软妹币啊。那充一次648，在没有双倍的前提下是6480加1600，一共是8080个原石，也就是说一个648够你10天体力的。那从去年9月15号原神不删档开服到今天呢，就45入算365天吧。每10天需要一个648，你们算算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然后前面说的是体力啊，除了所有大家日常都要做的干到60级，还有一个每天上线必做的，那就是打败大伟秋。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很爽的成就啊，就是挑战者第2季里的这个击败奇怪的秋秋人。奇怪的秋秋人呢，就是大伟秋米哈游的总裁大伟哥的化身。这个成就呢分阶段，第1阶段10只，第2阶段20只，第3阶段50只。我目前就在第3阶段。那玩到60级的话啊，你得每天都要来组队刷10只大伟秋，因为共享大伟秋能获得阅历经验，每天刷完10只就是180点阅历啊，算算365天能有多少阅历？这里提一下啊，大伟秋的机制有多耗时间，只是光做成就也很麻烦。首先每个人的世界每天刷新2个，一共15个地点是随机出现，打死一个大伟秋，另外一个才会出现。但凡是我今天 up 是歪了，我就去揍一个大伟秋，所以大家懂我的意思吧？暴揍大伟哥以及给我点赞，明天你就能单抽出金。那开头的大伟秋呢，我是在丰隆废墟的位置找到的啊，这是第2个，来把它打掉。这里还有几个小彩蛋，根据秋秋语考据呢，大伟秋的第1句就是坑哒坑哒啦，警戒准备战斗，然后大伟秋就会拿出的箱子敲旅行者的脑袋。第2句就是哈哈红木，什么？哈哈，是红木吗？然后大伟秋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黄色兔子丢过来，这个黄色兔子就是红木，是隔壁游戏崩3里的吉祥物。然后大伟秋还会从箱子里拿出原石和卷心菜打你。原石嘛，肯定是从各位旅行者手上抢走的喽。卷心菜嘛，说是崩3里的爱酱，因为它是个包菜头。有玩崩3的小伙伴可以再给大家详细的科普啊。最后还有一个冷知识，大伟秋的下面有个名称叫别墅之灾，这是关于大伟哥的一个梗。崩坏3每次有福利比较好的活动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说大伟哥拆别墅送30连。那现在大家都了解啦，请问什么时候原神也能有福利比较好的活动呢？反正击败大伟哥之后会得到233摩拉卷心菜，干完
这些好像还有陈哥胡能干，哎，不要跟我说不就是砍树抓鱼和种地嘛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哼 ，too young too simple。总之，完成60级真的是非常困难的挑战。出于对一个游戏的热爱，能让玩家有动力长期的去做一件事情，我觉得非常的佩服啊！和这样的旅行者同在一个游戏世界里，相信各位和我一样也是非常的欣慰，就是属于正面的力量大于负面的情绪。虽然这么1年以来，原神接受了很多的批评，包括现在它存在的不好的方面，包括机制啊、抽卡呀，大家还是依然会有人在骂。但是在国产游戏横扫国外市场这一方面，我觉得原神真的能配上文化输出4个字。我很喜欢的有一句游戏语音，就是每次接触新神像都能触发的台词。只要不失去你的崇高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敞开。我理解的意思呢，可能对于米哈游来说啊，这句话的意义呢，就在于只要用心做游戏，整个世界的玩家都会接受。那对于各位旅行者来说呢，就是不管你生活、学习、玩游戏都好，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信念，有信念并且为之奋斗的人，将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把你打倒。这2个60级的玩家可以说是鼓舞了我本人，在我看来，他们就是用了极大的付出和努力，表达了对一个游戏的热爱。最后，感谢有这样的玩家，感谢屏幕面前的你们，让我们一起祝原神生日快乐，越做越好。接下来的旅行就让我们继续一路同行。